然后重复。哦，后手减省。对了，后手这一边啊，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好的，漂亮，打倒。注意看。 中国武僧义龙居然被日本伪娘一拳砸翻在地，躺在地上的武僧义龙眼冒金星，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想到一个大意，居然就此输掉了比赛。故此，这位日本选手便开始越发猖獗，瞧不起中国人。甚至日本伪娘声称自己一定能用短短的3个月时间踏平中国拳坛。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日本伪娘名叫长岛雄一郎，是日本次中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职业巅峰时期可是将整个日本轻中量级的选手都挨个打了一遍。 并且这家伙每次出场都会身穿奇异服饰走入比赛现场，故此一些拳迷粉丝给他评出了日本伪娘绰号。该说不说，日本人的变态程度真是超乎各位观众们的想象。然而今天长岛雄一郎可是踢到了中国真正的铁板，中华坦克邱建良奉命出战出山讨伐这个嚣张的日本变态。邱建良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大家都特别熟悉了解。身为中国搏击与量级第一人，邱建良承载着巨大的荣誉。 为了参加这场比赛，邱建良不惜赌上了自己的羽量级金腰带。如果输掉比赛，那就将自己的荣誉统统拱手让人。好了，废话不多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邱建良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邱建良，白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长岛雄一郎。要说这场比赛对于邱建良来说绝对意义非凡，因为这是邱建良首次增重到轻量级打比赛。同时，日本伪娘也做出了相应的减重到轻量级，体重的增长并没有让邱建良速度有所减退，相反，邱建良的出拳力量要比平日里更加强大。 长岛的拳是很有力量，而且粘性很强。这个日本选手，特别是长岛这一批的选手，这种粘着性的打法能贴在你身上，你发不出力来。进来了，前次对，有点头前冲，裁判警告了。看对手是充分利用自己臂展的优势。随着比赛的逐渐深入，日本伪娘开始发挥自己最擅长的粘性打法。武僧义龙就是因为自己不擅长打内围而被针对输掉比赛。当然，邱建良可是为数不多的智能坦克，每次出招都在想办法思考下一步的进攻路线，故此邱建良绝对不会重蹈覆辙，被对手近身针对。随即，邱建良加快脚下步伐，跟随日本伪娘移动。一旦看到对手逼近，要么会迅速后撤，要么就会持续猛攻，做到逼退的作用。 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啊！转身后摆，哎，反倒是长岛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哦，前摆打到了。 哇！旋风踢，这个挂到了这个对，这攻击范围还真是够远。哎，好，邱建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邱建良不愧是中国羽量级第一人，一旦发力，日本伪娘根本撑不过3秒钟，左右摆拳，甚至差点将日本伪娘击倒读秒。 这就是为什么邱建良敢赌上全身荣誉参加这场比赛的原因。俗话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邱建良只要继续发挥自己快速且精湛的打法，一定能在首回合拿到大量比分。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啊！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又躲开了。转身后摆，这样很聪明啊，打起来。前后手。 对，我觉得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没错，后手，对，这个身体上的优势。比赛来到第2回合，邱建良开始改变自己的战术打法，开始防守为辅、进攻为主的战术打法，开始跟对手争夺比分。该说不说，日本伪娘的这种打法实在太过于无解，搂着邱建良就是一顿出拳疯狂输出。虽然邱建良的防守报价比较完美。 但是这可是搏击比赛，也架不住对手的频繁搂抱。好在一旁的裁判及时上前阻止，同时对日本伪娘进行口头警告，可以短时间内搂抱1到3秒，但是一旦时间过长，那必定会扣除比赛点数。没打到，
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前后手，哦，漂亮！连续的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好的，低扫。邱建良短时间的防守反击，可让日本伪娘逮住了发挥机会，直接将邱建良压制在擂台边缘，寻找进攻好机会。不过邱建良可不是吃素的，怎么可能甘心被压制到底？毕竟自己好歹是中国搏击羽量级世界第一，如果今天在中国观众面前被小日子给暴打，那还真说不过去。邱建良就此开始对日本伪娘展开精准反击，粘贴在身上跟你对攻的，我看又开始了。对，那这邱建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我就硬顶着你，我用我的体重来顶你。好，点到了。哇！转身后摆，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如果是后脚跟的话，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上勾，长挡。对，邱建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很有些拳击的这种味道。是啊，长挡又左摆打到了。我在邱建良的枪林弹雨里找到了这么输出的这么一个点。邱建良好的，又是跟对手抱住，日本伪娘的粘性打法不仅伤害可观，还有着极强的侮辱性。愤怒状态下的邱建良则是开始利用摔法来跟对手抗衡。这是自由搏击比赛，本可以安安心心的站地上拼拳，结果日本选手不讲武德，非得跟邱建良打综合格斗。邱建良不再是一味防守的一方，开始主动对日本伪娘拳打脚踢来捍卫自己的荣誉。长岛恢复的很快啊！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全力往前突了。扫踢。大家看啊，这个比赛打到第二回合呢，长岛是放弃了腿法的进攻，就是黏着你纯粹的拳法来抡，而且自己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平衡和重心了，只要我能抡到你就好。他希望用自己的体能加上自己的绝对力量的碾压来给邱建良以致命一击的这样打法。比赛来到第3回合，这回合是双方选手的最后较量。此时的邱建良已经在比分上拿到了绝对优势，没想到关键时刻日本伪娘还想跟邱建良打内围，没有将其打晕送走就已经是谢天谢地。眼看打不过日本伪娘，就开始玩小动作抱摔邱建良，殊不知日本伪娘的小花招早就被邱建良看穿了。接下来就看邱建良是如何发挥自己全部实力来花式吊打日本伪娘。后手打到了，刚才啊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对，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有效的进攻。高扫，高扫。我长岛还想补腿吗？对，差一点。好的，前手啊，刚才是把长岛打了脸色一变。转身的后蹬，后手前手打退了，后手拳，漂亮。左摆，右摆，连续的进攻，我们看，那长岛这边啊，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好的，漂亮，打倒。刚才邱建良应该是连续打了10几拳。这个一阵猛攻啊，叫停了。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邱建良实至名归，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邱建良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